7月30号，也就是联储宣布基准利率不变的这一天，随着城堡接盘的消息落定，市场确认最大的强平抛压已经消失，整个美股的 AI 板块迎来了残暴的报复性反弹。当天纳斯达克100指数直接暴涨了 3.36% 啊，纳斯达克综合也大涨了 2.78%。这真的是前脚天才刚被抬出场外，后脚市场就精准见底反弹了。这个时间点卡的那简直是杀人还要诛心呢。Leo 才25岁，不得不说啊，爹不是最考验人的，失之交臂才是。那另一边呢，美国网友也有了新发现啊，城堡它不只是来救火的，它似乎还是那个放火的。有人梳理了时间线啊，说城堡的高管提前散布联储要意外加息的预期，制造市场恐慌，精准狙击了Leo的仓位，等把人逼爆仓了，低价接走了筹码，然后美联储按兵不动，市场大涨。那城堡两头通吃，客观的说，要坐实这样的阴谋论很难，但你不得不承认，城堡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完美体现了华尔街老钱们对这套金融基础设施的绝对统御力。城堡它不仅是一家对冲基金，它还是美国最大的做市商，市场上的大部分订单流都要从它的管道里过，它能看到所有人的底牌。当 Leo 还在用技术信仰和宏观逻辑做投资的时候，城堡看到的是极其具象的流动性枯竭和杠杆的断裂点。老狐狸们其实完全认同天才对于 AI 长期的判断，他们只是在这个长期的趋势里，利用自己对规则和流动性的掌控能力，用5折的价格把天才的果子给摘了。这才是资本市场的真相。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变现、胜赔率可精益计算的这样的博弈的环境。资本市场它是一个完整的食物链，需要时刻的知道自己处在哪一个生态位，谁是自己的天敌。处在这个食物链最底端的是那些盲目相信赌一把就跑，不知对手盘为何物的散户，而处在中间层的就是像 Leo 这样的懂技术、有认知差，甚至还能引导产业叙事的专业选手。但是当他们以为凭借认知上的降维打击就能够在金融市场里呼风唤雨的时候，然后用极高的杠杆去变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的时候，金融市场的另一套生存规律就会发生显化。盈亏同源，巨大的收益背面就是等量的风险，而这风险不一定从哪里来。这种风险有的时候不是由产业的真实情况决定的，而是可以凭借资金、渠道、规则制造对人性的极限施压来实现的。Leo 就倒在这里。那些站在食物链顶端可以极限施压的老牌资本巨兽，并不需要精通大语言模型的底层架构，他们只关心一件事儿，那就是市场上现在谁的杠杆最高，谁最脆弱，谁的倒下能够释放出最丰厚的血肉。Leopold 号称是 AI 预言家，他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可能比市场上 99% 的人都要准确，但判断正确和能在市场里把钱带走完全是2个维度的概念。你可以看对10年后的宏观趋势，但你绝对扛不过3周的去杠杆的波动。这种事情在华尔街的历史上那就是周期性的必然。几年前的这个 Archegos 爆仓的时候，也是高杠杆重仓中概股1天之内灰飞烟灭，被几家投行联手绞杀。华尔街收割新贵的手法是高度路径依赖的，几乎是每隔几年换一套叙事，换一批自命不凡的小天才而已。不管你是搞互联网的还是搞新能源的，现在轮到搞通用人工智能的，只要你加上了那个致命的杠杆，你就变成了套上车的骆驼祥子，最后都会变成华尔街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串数字。那事情到了最后最戏剧化也最让人感到唏嘘的还是那个婚礼。婚礼的前夜，一个25岁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准备第2天迎娶爱人的细节，只能跟一群冷酷无情的投行律师通话，然后在一份接一份的清盘文件上签字，看着自己1年多以来构建的一个100亿帝国烟消云散。第2天还要站在教堂里完成人生大事，市场再宣布你是对的，但你现在一无所有。这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也最极致的一场成人礼了。当然，作为曾经管理过200亿规模的天才，他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有。在私募市场里的投资和手里攥着的那些核心人脉，依然能让他过得比绝大多数人都要好。只要他愿意，可能还能随时拉起一支新的队伍东山再起。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觉得见过风浪的 Leo 是会承认自己的风控出了问题，还是会觉得这届市场不行，不够理性，是自己的运气不好，碰上了极端的流动性枯竭？下一次他会更注重分散风险，还是会更笃定的加更高的杠杆去赌一个更大的趋势呢？这个答案不是他的，而是你的。要理解自己，
金融市场是最容易给人以我是天选之子的错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尤其是取得了超长收益的时候，大多数人不会觉得我需要分散风险了，我执行了怎样的投资纪律，而是觉得就是我有眼光才凭实力得到的收益，然后就敢用杠杆去验证自己是天纵英才，然后的剧情其实就跟 Leo 大差不差了啊，基本都是殊途同归。资本世界里啊，比确认产业的未来更重要的知识是确认自己的对手，因为活得久才能真正的赚得多。大家听懂了吗？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